嘿，自由鸟，上次聊到关于投资策略的部分，我想问问，你觉得长期投资有多重要？我认为长期投资非常重要，这意味我们要持有投资资产的时间较长，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透过长期投资，我们可以受益于时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增长趋势。这听起来很有道理。那你觉得分散投资呢？它有什么好处？分散投资也很重要，它是将资金分配到不同的资产类别、行业和地区，以降低特定投资的风险。这意味我们不会把所有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保护我们的投资组合免于单一资产的波动。这样听起来很合理。长期投资和分散投资，那还有其他投资策略吗？可以从定期投资来思考，这也是另一个重要的策略。这意味我们定期将资金投入市场，无论市场如何波动。这种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平均成本，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影响。透过定期投资，我们可以在长期中建立资产，并从时间的力量中受益。我明白了。那书中也提到了价值投资，你觉得它怎么样？价值投资是寻找低估的投资机会，购买具有潜在增长价值的资产。这需要我们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分析，找到市场低估的资产。价值投资者相信这些资产在长期内的价值会得到肯定，并带来良好的回报。那听起来需要很多研究和分析的工作。我觉得这对我这投资新手来说可能有点困难。是的，研究和分析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和技巧，所以你现在就可以马上订阅频道，按个赞，让大数据的演算法知道你喜欢这类的知识，并推荐给你相关的内容。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咨询专业人士来增加我们的投资能力。尤其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纪律，但我们可以透过持续学习和咨询专业人士来提升自己的投资能力。而且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纪律，我们可以慢慢学习和成长。刚刚讲到的策略，我想投资策略是根据个人的财务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定的，对吧？对的，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所以我们应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同时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投资心态，并持续学习和更新投资知识，将有助于我们在投资领域获得成功。好了，谢谢你的解释，自由鸟。我觉得投资策略很有趣，看来我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了。但我想再继续谈谈书中有关创业和企业管理的部分。你认为创业有多重要呢？应该这样说，创业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它充满了风险和机会。通过创业，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创意和才能，创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从中获得经济回报。没错，我也知道，创业确实需要很多勇气和决心。但创业只有创意和热情就够了吗？当然不够。创业不仅需要创意和热情，还需要有效的企业管理。这意味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业务策略，管理财务，招聘和管理人才，建立有效的运营流程等等。听起来这也太复杂了吧？那换个问法好了，你认为什么是成功的企业管理呢？成功的企业管理需要一些关键的要素和技能。首先，我们需要具备战略思维，能够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其次，良好的组织能力和财务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市场营销和人才招聘与管理也是很重要的议题。我明白了，这些能力确实非常重要。但创业和企业管理需要一直学习和成长吗？是的，没有任何成功是不需要成长的，停滞只会使得自己永远在原地踏步，不断后悔过去的自己，却又抬不起明天的脚步。创业和企业管理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们应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学习新的技能和工具，并与行业专家和同行交流，这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变化，扩大我们的视野，并提高我们的成功机会。你讲的真有道理。的确，创业和企业管理是一个充满挑战但充满潜力的领域，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并保持对新事物的开放和好奇心。是的，创业和企业管理听起来的确可能有些困难，
但透过不断学习和坚持，相信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并获得财务自由和成功。那一鼓作气，继续询问一下，你对书中关于财富保护和遗产规划，你认为这两者有多重要呢？财富保护和遗产规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努力赚取和累积财富，但同时也需要确保这些财富得到保护，不受到损失或风险的侵害。而且，遗产规划能确保我们的财富在我们离世后，能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分配。讲得没错，这两者确实都非常重要。你能分享一些关于财富保护的策略吗？当然，书中提到了一些财富保护的策略，例如，适当的保险覆盖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意外风险。此外，资产保护结构也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将财产组织得更有效，同时减少法律风险。还有风险管理，这是指我们应该识别和评估风险，并制定应对措施，以减少风险对我们财富的影响。资产结构，什么是资产结构呢？资产结构是指一个个人、家庭或企业所拥有的资产的组成和配置方式。它涉及到将财务资源分配到不同的资产类别，例如现金、股票、房地产、债券、企业股权等。资产结构的目的是通过适当的配置来实现财务目标，同时平衡风险和回报。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你有一笔存款和一间房子作为资产，你可以将存款作为流动性较高的资产，用于应日常开支和突发事件，而房子则是一种固定资产，通常具有较长期的价值和回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资产结构，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资产，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和目标。哦，我大概知道了，所以才说这些策略都很实用呢。那么遗产规划呢？你觉得它有什么重要性？遗产规划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对你而言，看似还很久才需要，但先知道也不会有任何损失。通过遗产规划，我们可以在生前确定我们的财产如何分配，确保我们的意愿得到遵守。这可能包括制定遗嘱、设立信托，以及规划资产分配等。这样可以确保我们的财富在我们离世后能够顺利转移，同时减少后代的税务和法律问题。的确没错，遗产规划对我来说还很久呢。不过，财富保护和遗产规划都可说是我们财务成功或后代财务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我想，这些策略也应该是持续的活动，对吧？正确。财富保护和遗产规划是持续的过程，我们应该定期审查和更新我们的保险和资产结构，以确保它们与我们的财务目标和家庭状况保持一致。同样，遗产规划也应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更新，以反映我们的意愿和家庭情况的变化。我明白了，不断的审查和更新这些策略，以确保它们能够适应我们的变化，就对了。好了，自由鸟，真感谢你分享给我《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这本书。最后，可以请你帮我和朋友们总结一下这本书的概要吗？ OK 的了。这本书简单说就是讲了财务管理和财富增长的一些策略，但它更注重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金钱观念。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财务自由，我们需要培养富有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没错。那当初你在阅读这本书后，有没有对金钱和思维方式有什么新的体会？当然有。这本书让我深思金钱观念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尤其他提到了我们成长背景对我们的金钱观念产生的深远影响，但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观念。透过培养富有思维和正确的金钱价值观，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财务状况，并实现财务自由。另外，你觉得有钱人和穷人思维方式的最大差异是什么呢？有钱人和穷人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包括对待风险的态度、投资和资产累积的观念，以及对自己价值的认知等。通过理解和适应这些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和习惯，进而实现财务增长。的确能够引起我们对金钱和思维方式的深入思考。正是如此，这本书的目标是启发我们思考金钱和财务管理的方式，从而实现财务自由。如果你对财务管理、
财务自由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感兴趣，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太棒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详细阅读这本书了。也感谢你分享了书中重要的精彩观念。我希望这本书能为你和看到现在的朋友们打开一扇财务成功的大门，并启发你们实现财务自由的可能性。谢谢你的祝福，自由鸟，我会努力学习和成长的。好的，爱幻想，期待下次的聊天。祝你阅读愉快，并早日实现你的财务目标。